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。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敬请点赞加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《聊斋志异》，霍生，原著蒲松龄。文登县的霍生和严生从小十分亲密，经常在一起开玩笑。两人言辞敏捷，逞词斗嘴，唯恐自己的功夫不够精深。霍生的邻居是位老妪，曾经为严生的妻子接生。他偶然与霍生的妻子聊天，说起严生妻子的外阴上长了2个猴子，霍妻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。霍生于是和同伙定下计谋，准备和严生开一个玩笑。等到严生快走近时，他故意与同伙们窃窃私语，说严某的妻子和我最亲密。众人不信，霍生于是开始编故事，说得有板有眼，并且强调说，你们如果不信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证据，他的外阴两侧长着一对猴子。严生站在窗外，把霍生这番话都听了进去，所以没有进门就直接走了。严生回到家里，残酷地殴打他的妻子，妻子不服，他就更加凶残地拷问他。严生的妻子不堪忍受这样的虐待，就上吊自杀了。霍生这才追悔莫及，却又不敢向严生说明真相，为严妻洗清污点。严妻死后，他的阴魂整夜的啼哭，全家都不得安宁。不久，严生暴死，鬼魂就不再哭了。霍妻梦见有个女子披头散发的大喊大叫，我死得好苦，你们夫妻为什么还快乐呢？霍妻醒后就一病不起，几天后就死去了。不久，霍生也梦见一个女子指着他大声辱骂，用手掌打他的嘴巴。惊醒之后，他觉得嘴唇隐隐作痛，用手一摸才发现嘴唇已高高肿起来。3天以后，嘴边长出2个猴子，从此再也无法治愈。霍生再也不敢大声说笑，嘴张得太急了，就会疼痛难忍。意思是说，死后能够变成厉鬼，说明他的冤屈太深了。把受害者私处的病转嫁到害人者的唇吻上，实在是神奇而近于戏弄贺。县里有个姓王的，与一位同窗好友的关系特别亲密。有一次，这位同学的妻子回娘家，王某知道他骑的驴子容易受惊，就事先埋伏在路旁的草丛中。等到妇人骑着驴子来到，王某突然跳出，驴受惊，妇人从驴上堕下。这时妇人身边只有一个童仆跟着，不能扶妇人骑上驴背。于是王某殷勤地扶着妇人跨上了驴背，他半扶半抱，妇人也不认得他是谁。从此王某就得意洋洋地炫耀，声称童仆去追赶驴的时候，他在草丛中与妇人私通了，并把妇人当时穿的内衣、裤子、鞋子描述得特别详细。妇人的丈夫听到这件事，十分惭愧地走开了。不一会儿，王某在窗隙中看见他的同学一手握刀，一手抓着妻子，怒气冲冲地杀来了。王某大为惊惧，赶紧越墙逃跑。他的同学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一直追了2-3里地，没有追上，才回去。王某因为尽力狂奔，肺叶都张开了，因此得了哮喘病，治了好多年都没有治好。